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级大哉问：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这个问题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一场打了好几百年的仗，科学对决宗教。这场仗打得非常激烈，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它就像两群人在隔空对骂，根本没有交集，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啊，这不是因为哪一方比较笨，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连战场在哪里都没搞清楚。他们看似在辩论同一件事，但用的地图和语言根本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今天我们就要深入这场论战的核心，不是要选边站，而是要拆解双方的论述，搞清楚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并且看看这场学术界的顶尖对决能为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升级。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分成4个部分。首先呢，我们会先校准地图，定义这场辩论的真正战场。接着呢，我们会探讨一个非常震撼的说法：宗教其实比科学更自然。你没听错，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违反直觉？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会像侦探一样拿出放大镜，看看学者芭芭拉·史密斯教授是怎么漂亮的反击拆解这个说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来谈谈搞懂这些复杂的学术辩论到底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好，第一部分我们就先来校准一下地图，找到这场大战的真正战场。要理解科学和宗教为什么吵个没完，我们必须先搞懂一个词。可以说，如果你不懂这个词，后面听到了所有论点都会是雾里看花。这个关键词就叫做自然主义。什么是自然主义呢？简单来说，他相信我们看到、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从打雷下雨到星球运转，都可以用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自然法则来解释。你不需要去假设有个雷神索尔在天上敲鼓，或者有个神在推动行星。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基本精神。听起来很直白，对吧？科学家不就是在做这些事吗？但魔鬼就藏在相信这2个字里。到底科学家是相信世界上没有神，还是只是在工作时假装没有神呢？这2种态度的差别，就是理解整场辩论的关键。好，重点来了，你一定要知道，自然主义其实可以分成2种。如果你搞混了这2种，那后面所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鸡同鸭讲。可以说，能不能分清楚这2者，是你看懂这场大战的关键钥匙。这2种分别是方法论自然主义和形上学自然主义。听起来很学术，但我们用比喻来拆解它。首先，你看左边这个方法论自然主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科学家玩游戏的游戏规则手册。就像你在玩萨达传说时，你不会去问海拉鲁王国的物理定律在现实世界成不成立，你只会在那个游戏规则下想办法打败加农，对吧？这本手册规定，在实验室里，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暂时假装超自然力量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专注在可以测量、可以验证的物理证据上。上帝这个变因，我没办法放进方程式里去计算，所以我先把它排除在外。它是一种工作方法，一种工具，重点是它有没有效，而不是它是真是假。OK， 所以方法论自然主义，你可以理解成是科学家的工作 SOP， 他追求的是有效，先不管真假。这点搞懂了吗？好，那我们来看另一种，右边这个形象学自然主义，这就不是游戏规则了，这是一种终极信仰。这就像有人不只是在玩萨尔达，而是坚信我们这个真实宇宙的底层逻辑就跟海拉鲁王国一模一样。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世界了，他相信这个物质世界，这个自然就是宇宙的全部了，没有任何神、鬼、灵魂或超自然力量。这是一种哲学立场，跟无神论很接近。它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关于终极实在的宣称，所以它只有真或假的问题。很多顶尖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者，但回到家他可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的冲突往往是把科学的工作方法误解成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终极信仰。
好，搞懂了这个最重要的区别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最刺激、最挑战你三观的部分了。我们一般都认为科学是理性的，是高大上的，对吧？而宗教好像就是比较感性啊、比较传统的东西。但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准备好被震撼一下了吗？你看这句话，这是知名演化心理学家帕斯卡·波尔说的。宗教是比科学更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宗教是自然的，而科学是不自然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眉头一皱，想说这位学者是不是在开玩笑？科学这么现代，这么强大，怎么会是不自然的？而常常被当成迷信的宗教，怎么反而成了自然的？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论点被美国埃默利大学的学者罗伯特·麦考利在他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宗教的自然性与科学的不自然性》中做了非常系统性的阐述。他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哦，他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强烈的对比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说法。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论证。麦考利是这样论证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行，普遍性。麦考利说，你看哦，宗教几乎存在于人类所有已知文化中，从亚马逊雨林里与世隔绝的部落，到纽约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形式可能很不一样，但宗教现象本身是普遍存在的。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宗教的产生好像只需要人类共通的出场设定就够了。但科学呢？你想想，科学思想的萌芽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是非常晚近而且非常罕见的事件，主要就集中在古希腊、近代欧洲等特定的文化环境里。你不会看到每个原始部落都独立发展出牛顿力学或相对论，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行，学习难度。这一点你我可能都很有感触。宗教概念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其实非常好消化。你看小孩子，你不用教他太多，他很快就能理解神明、鬼故事、灵魂这些看不见的行动者的概念，也很容易相信打雷是因为雷公生气，或者认为花草树木的存在都有一个目的。但科学概念呢，几乎每一个都是在跟我们的直觉对着干。地球在以时速1600公里自转，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啊。我们摸到的桌子其实大部分是由空无一物的原子构成的，这跟我们的经验完全相反。量子力学就更不用说了，连爱因斯坦都觉得很诡异。所以学习科学需要我们刻意的去克服天生的直觉，进行非常艰苦的认知训练。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基础。麦考利认为，宗教信仰其实是搭便车，寄生在我们天生就有的基本认知能力上，像是我们辨识意图的能力。但科学它需要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文化基础设施来支撑，像是文字、数学、大学、实验室、学术期刊等等。科学不是从我们大脑里自然长出来的，它是一个高度人工，而且其实非常脆弱的文化建构。好，刚刚我们听完了麦考利的论点，说实话，真的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对吧？甚至有点无法反驳。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这套自然宗教 versus 不自然科学的说法，会不会是一种过于简化，甚至带有误导性的二分法呢？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分析部分了。我们要请出另一位学者，杜克大学的芭芭拉·史密斯教授，看他是如何像一个高明的侦探一样，一层一层的拆解反驳这个看似完美的论述。史密斯教授指出的第一个破绽就是这个比较基准根本就不对等。麦考利拿一个小孩子都会背的简单导词，去跟爱因斯坦穷尽一生心力的统一场论相比，然后说宗教很简单，科学很困难。这根本是张飞打岳飞，完全是拿橘子比苹果。一个公平的比较应该是怎样的？你应该拿大众科学，像是小孩子都会背的99乘法表，去跟大众宗教，像是简单的导词相比。或者你应该拿精英科学，像是统一场论，去跟精英神学，像是基督教神学里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违反数学直觉的三位一体论，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既是三个位格，又是同一个上帝。你觉得一般人能不看一堆神学著作就搞懂吗？那绝对不比搞懂相对论简单。所以史密斯教授的第一记重拳就是，你比较的基础就错了。
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同时包含了简单直观的入门概念跟复杂抽象的专业理论。用这种不对等的比较来得出宗教自然、科学不自然的结论，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误导。第二个破绽是这种说法好像得了历史健忘症，刻意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连续性。他把科学和宗教描绘成两个从古至今就水火不容、互相对立的实体。但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这样的。史密斯教授提醒我们，现代科学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从中世纪大学和修道院里的自然哲学发展出来的。像牛顿这样科学革命的巨匠，他研究物理学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相信透过研究自然规律，可以更好地理解上帝创造世界的奥妙设计。对他来说，科学和神学根本不是对立的。甚至我们今天科学里很多核心的信念，比如相信宇宙是统一的、有序的，可以用单一法则来解释，或是相信知识是可以不断累积和进步的，这些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神学的传统。所以，想用一把快刀把科学和宗教一分为二，其实是抹去了他们上千年来像是麻花一样纠缠不清、互相影响的复杂历史。接下来这一点，我认为是史密斯教授所有反驳中最致命的一集。他直接挑战了我们对科学家这个群体的根本想象，那就是脱下白袍，科学家也是人，他们的大脑跟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都受到同样的认知偏误所影响。麦克里他们认为，宗教思维源于我们天生的认知偏误，比如说目的论思维，就是觉得万物存在都有个目的。但史密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家群体根本没有对这些偏误免疫。生物学家明明在课堂上教学生，演化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是天择的随机结果。但一回到研究室，他们还是会不自觉地在论文里写，翅膀是为了飞翔而演化出来的，或是眼睛是为了看见而设计的。这就是一种为了方便沟通而走的斯文捷径，但它背后的思维模式跟一个相信上帝创造眼睛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世界的人其实非常相似。科学家并不是一群住在象牙塔里没有七情六欲、完全理性的星舰迷航记里的死巴克，他们也是人，也会走思维的捷径，也会犯我们都会犯的错。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比较老的，大概是上个世纪中期对科学的浪漫想象。这种科学家神话有点像我们看电影，觉得科学社群是一个超完美的、会自动侦错、自动更新的超级电脑。就算有个别科学家犯错或有偏见，同侪审查、重复实验这些机制会像免疫系统一样自动把错误清除掉。但是现代的科学社会学家普遍已经不再接受这种过于天真的看法了。像是当年提出大陆漂移说的维格纳，他提出了很多证据，但因为挑战了当时地质学界的固定论这个主流典范，结果被当时的科学社群嘲笑和排挤了几十年，直到他死后，他的理论才被证实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了科学社群也是一个社会，它有自己的文化、惯例、权力结构和集体盲点。科学当然有纠错机制，但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自动、完美又及时的。最后一个破绽是关于纯科学和技术的区分。为了论证科学的不自然，麦考利特别强调，我们要区分纯科学和技术。他说，技术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纯科学是为了理解而理解。但史密斯教授认为，这条界限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你看，物理学的发展跟航海、战争的需求密不可分，化学跟冶金、染料工业息息相关。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科学知识都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史密斯的结论更颠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挑衅。所谓为了理解而理解的纯科学，与其说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不如说更像是人类在解决各种生存问题的过程中偶然产生、顺便发现的副产品。就像我们为了烤肉而发明了生火，结果顺便发现了燃烧的化学原理一样。
这样一来，麦考利自己的论证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可以说是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你看，如果按照他的说法，纯科学是如此的违反我们的认知直觉，学起来又那么痛苦，而且在当下又看不到立即的实用价值，那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到底为什么人类社会要供养一群人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种行为究竟是怎么在物竞天择的压力下存活下来，甚至还发扬光大的？他用来解释宗教为何存在的演化框架，反而让他自己最推崇的纯科学的存在，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演化之谜。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回马枪。好，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拆解了这么多复杂的学术辩论。你可能会想，阿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明天上班上课又不会用到这些。诶，关系可大咯。在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把这些看似遥远的论点，转化成可以马上用在生活中的，帮助我们升级个人思维的实用工具。史密斯教授认为，像麦考利那样制造对立的论述，真正的危险在于它助长了部落主义。这是一种把世界简化成我们科学家 versus 你们宗教徒的二元对立形态，而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傲慢，叫做科学例外论。什么意思呢？这就有点像一个心理学家，他可以头头是道地分析所有人的童年阴影，但当别人想分析他的时候，他却说不行，我是专业的，你不懂，我的理论不适用在我身上。这其实就是一种双重标准。他们热衷于用演化和认知科学的工具去解释人类的一切，唯独他们自己的领域，科学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史密斯引用了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做了一个我认为是全场最精辟的总结：真正不自然的，也就是说真正了不起、真正困难的科学，不是拿着放大镜去批判别人的不理性，而是有勇气把放大镜转过来，对着自己进行自我批判的科学。所以今天这整个分析看下来，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重点真的不是去帮科学队或中家队选边站，去争论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真，那样我们就又掉回了刚刚说的部落主义的陷阱里。真正的重点是，我们要透过这场精彩的辩论，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层次，去理解到，不管是科学世界观还是宗教世界观，甚至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它们都是人类心智的产物，都深深地受到我们共同的人性所塑造。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怎么运用今天的内容来升级自己的思维呢？有3个步骤。第一，承认共同的人性。无论你是谁，我们都共享着同样的大脑硬体，也都受限于相同的认知偏误，没有谁是绝对理性的。第二，尊重不同的路径。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认知到其他人形成他们世界观的过程，即使我们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结论，但那个过程本身跟我们自己一样，都是人之常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保持反思与谦逊，这才是真正的知识成熟。我们从一种像小孩子吵架一样，指着对方鼻子说你也是，你还不是一样，拉丁文叫 too quirky 的心态，转变为一种更成熟的，愿意先反思自己的我也是 Argo I too 的视角，承认我也是会犯错，我也是有偏见，这才是持续进步的开始。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我们每个人所坚信不疑的世界观，到底有多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理性分析的结果？又有多少其实只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环境、教育和天生认知偏误所形成的认知惯性的产物呢？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科学与宗教的争论核心在于对自然主义的不同理解，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工作方法的方法论自然主义和作为终极信仰的形上学自然主义。第二，所谓宗教自然、科学不自然的说法，存在着比较基准不对等、忽略历史连结以及对科学家认知偏误过于天真等重大破绽。
第三，这场辩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要警惕部落主义和科学例外论，并透过承认共同人性、尊重不同路径、保持谦逊反思这3步骤来提升自己的认识层次。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